我一个杀手，何时见过这场面？天下苦暴君久矣，求公子出山诛杀暴君，还天下太平。哎呀，钱到了就行，还来什么人呢？我是说云某涉嫌办事，自当铲除暴君。家里也没备茶点，各位大人请回吧。提前把尾款备好了就成。天下第一杀手，怕不是浪得虚名。卑职这就去一探究竟。不必了，朕亲自去就好。可是你将那些不知死活的人连同家眷一并捉了，待朕归来一并处置。依图所示，从这里一路往东，不出半月就能到京城。进京是没机会了，死在这儿吧。不对，应该是这个方向。你跟踪我？怎么是他？别怕，我有我的规矩，不杀女人和小孩，暂且饶你一命。这个打不过。不说话，那就是来杀我的。哼，你这个小身板也来做杀手，是否太过不自量力？不是的，我只是见今天天气很好，适合打打闹闹，正好近来有些生疏，先拿你练练手。不，更适合亲亲抱抱。光天化日的，你这个地道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一看到你便情不自禁。跟你熟吗？先认识一下，你可以叫我小风。那然后呢？走了？救命啊！你一回生二回熟，第二次见面了，请问可以亲你吗？不是啊，你这也没有拒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亲也亲啊，抱也抱，你别跟着我了行吗？我有正事要办，真没空跟你闹了。可你做什么我都可以陪你啊。这个真不行，我要睡觉了啊，你赶紧回家，快走快走。可是我是纯直男，绝不可能答应和你一起睡的。妈，吓死我了！再这么下去我非完了不可。你就算跪下求我，我也不会与你共处一室的。怎么没动静了？走了？喂，别死我门口啊！公子中毒已久，毒入肌里，药石无灵啊！什么？老朽可开个方子，日日服用方得续命，但也不过3、5载。那得花多少银子呢？算了算了，不开了。好吧，上门出诊的诊金麻烦付一下。为什么要我付？我都不认识他。他在你房间睡在你床上，方才诊治时你着急成那样，现在才说不认识，谁信呢？我那是着急你赶紧治好了让他走。少废话，给钱，不然我报官。别，有话好说。早知道不讲了，真抠门。不对呀，他若死在我床上，我还给他办后事，那不是要花更多钱？郎中别走，那什么，您要不还是开个药方吧？房费、餐费、药费，我还得给他当免费的苦力。不行了，再这么下去还要耽误我暗杀暴君，到时候一大笔尾款又打水漂了。扔了他。你要扔了我？怎么会呢？我就是看你醒没醒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这几日的花销总得你付一下吧？可我没有银子，换个支付方式可以吗？这样可以了吗？10两银子就亲一口，太贵了吧？那别的我也可以的。别，我纯直男，别搞，10两银子我就不要了，走了。
别跟着我啊！什么天下第一，不过如此。自己走了也好，看在你就这一命的份上，饶你不死。他大病初愈就被我丢下，是不是太可怜了？我还说了那么不近人情的话。哎，他都亲了我，一定是喜欢我的。我就算不喜欢，也不能伤害啊。哎，算了，看在他这么专情的份上，单生的好了。传朕旨意。想好了，我带你走。怎么了？我要绕道回家一趟，你可愿随我同去？愿意。行，那你等等啊，我去买个马车。已在进京途中设下埋伏，毕竟那云朗有来无回，您真要随他绕道？就这么杀了多无趣呀！真要让天下人知道与朕为敌的下场。可您不是他的对手。废下！人嘛，就要玩够了再杀。都已经到家了，何故如此匆忙？先生说父亲病重，想看我最后一眼，我只怕来不及。不是说病重。回来就好了。为父拿了你的画像去相亲，找来这4位愿意招你上门的女子，你看看选哪个？哎，这位愿出500两聘礼。不行不行，这我也抱不动啊。这位愿出5000两聘礼。还有更高的吗？这位愿出5万两聘礼。那倒是，不过他家有陪葬的要求。那不行，我还年轻。这位也愿出5万两聘礼，和刚才那个没差呀。 5万两黄金。真是等了多久，都累睡着了。昏迷20年了，就想找个赘婿冲喜。你也知道咱家的情况，后面还有10几个弟弟妹妹要养，你不如就选个最贵的。他选不了。你是何人？凭什么管我家的事儿？他的爱，爱是苹果的陌生人，别乱说话。叫父亲知道我喜欢男子，我就死定了。承认喜欢男子，那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承认喜欢男子，那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别胡说，我纯直的。说什么悄悄话呢？快选！哎呀，不选了，我自会赚钱养家。既然父亲无爱，那我便走了。快跑，快跑！你瞧这岁数也不大，怎么会有10几个弟弟妹妹？我爹多情，妾室多，孩子自然也多，全都要你养，不然呢？指望那个只知道花天酒地的老头子吗？若你也不管又能如何？卖孩子，反正他孩子多，少几个也看不出来。为了不叫他作孽，我不得已才做了来钱快的杀手。不过我杀的都是罪大恶极之人，而且不碰老弱妇孺，我可是好人啊。那你接下来要杀的人也是吗？当然，暴君坏事做尽，百姓倾尽家财取他性命，我就当为民除害了。天色也不早了，注意明日启程吧。好。我家夫人瞧上你的大公子了，愿出10万两。10万两，那太好了。只是不知公子是否情愿？只要银子给够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心甘情愿。为何忽然要与我饮酒？叫你入赘是为父不对，此番是来为你饯行，特备了薄酒以表歉意。行为如此怪异，这酒该不会有问题吧？怎么会呢？我是你爹，我还能害你不成？难说。那为父先喝。现在相信了吗？为父就是单纯的反思己过。那好吧。还好我聪明，提前服下解药。这能行吗？放心吧，待生米煮成熟饭，不聪也得聪。快点，别点醒了。跟你没关系，赶紧滚开！谁给你的胆量，
敢碰我的人，这是我儿子，怎么就是你的人了？找死吗？送你一场！我知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放了我吧！你醒了。这种事都做得出来，我真是高估他的底线了。哎呀，多亏你将我抢回来，不然……没事就好。怎么了？那酒水中好像还有别的药。莫不是怕我中途醒来坏事，才下了那种药？那现在怎么办？你帮我？可以。我是说你帮我找大夫。这样吗？那现在算了，你愿意就好。天上木鱼小小，伞下潭中月，朝露迢迢，沉沙扬，天上眺我刀光里落脚。我弯了？还是我本来就不值？算了，索性他那么爱我，又木已成舟，这容貌也是好看的，弯就弯吧。为何这样看着我？他莫不是发觉了我的身份？我想过了，待此次任务结束，我拿了巨额悬赏，便带你归隐。啊？你放心，虽然我爹看起来不靠谱，但我和他不一样，我会疼你、护你、爱你，事事以你为先。那若是有人欺负我呢？我可是天下第一杀手，谁敢欺负你，我宰了他。好，右半月，我与他共治京城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皇宫诛杀暴君，来回不出一日，届时便同你归隐。若我未能成功，这是我全部家当，你可自行离开，不必管我。你从前最是贪财，怎么舍得都给我？因为此刻你比银钱更重要。可惜这一遭是有来无回。朕已将你们的家眷悉数送去阴曹地府，尔等今日便去团聚吧。昏君，你作恶多端，不得好死！这哪有作恶多端？倒是你那独苗，被捉时还在欺凌同窗，朕便砍了他的双手双脚，扔进手窝里，看着他在里面哭喊求饶，那场景真该叫你一起看。别得意，我等已凑了银钱，收买天下第一杀手来取你性命，你也活不了多久。无妨，比你们久就行。杀！寝宫没有，书房没有，这狗皇帝到底去哪儿了？哎，有了，这不是凑银子给我的那群人吗？动手！什么情况？把金主都杀了？我是谁给我结账啊？君上，人还没来。那就是他命不该绝。可此人不除，始终是个祸害。无妨，叫埋伏的弓箭手撤了吧。偷我财路，果然是暴君！狗皇帝，我杀了你！怎么是你？你骗我，从一开始就爱我是假的，与我相处也全是算计，骗我前来只为埋伏取我性命。朕只是瞧着你好看，杀了可惜。不管你有多少弓箭手，我只需轻轻一动，都能叫你与我共赴黄泉。君上，好啊，那你动手吧。骗我的，都是骗我的。他敢玩弄于我，他该死！死手，快动啊！
既然认定了我是恶人，为何迟迟不动？该不会真的爱上我了吧？那你呢？3月的相处，我不信你对我没有一丝真情。当然没有，我这样的人又怎会真的爱人？你只要杀我，你不动手，那就换我来动。拿来。只为你牺牲心的好狠的心！痛心属于时光竟怎料何以至如今？是你救了我。伤口尚未愈合，别乱动。被心上之人算计背叛，我还不如死了的好。那暴君向来喜爱玩弄人心，这样被他杀掉的人少说也有20-30个。可是我能力不足，只救他一命。你是说他还和别人？别乱动！哎，你该不会以为自己是他的第一个男人吧？可他是我第一个。您骑射之术向来精湛，这次怎会受歪了呢？你是在埋怨朕？属下不敢。头一回玩弄人心，还失手了，丢人。身上暂无银钱，救命之恩我来日再报。无妨，我只是不想那么多人为他所害。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虽然没比他大几岁，但算起来我是他的叔叔。他登基以来跋扈放纵，我几番劝阻无果。若非有一点亲族关系，怕是连我也要杀了。知道了，走了。但若公子肯进宫行刺，为民除害，林某愿奉上全部家产。君上，查到了，他还活着？活着，但住在永安王府上。永安王林卓还真是不死心呢。听说永安王求云公子入宫行刺，并承诺事成之后献上全部家产，条件的确足够吸引云朗。那您作何打算？把永安王捉了吧。那暴君玩弄我感情还是我一件，我杀他换野子也合情合理。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们好歹同床共枕了那么些时日，我怎么下得去手？可那是银子啊，白花花的银子。只认钱不认人，那我和他有什么区别？云公子不好了，王爷被暴君捉了。什么？此刻仪式已被带进宫中，你快去看看吧。知道了。你来了。哼，今日我找一个你杀一个，你是来破我财运的吗？生龙活虎，看来林卓将你养得不错。我在问你话，回答我。你再靠近一点，我就当你是在主动呢。我想你。不如就逍遥红尘里。少来！你射我一箭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你也射我一箭，公平合理。我可没有你那么狠心，朝夕相处之人也下得去手。下不了手啊？那这里呢？他妈的，咱俩还没和好呢。那你先收拾我啊，事后再收拾我。天上乌云瘦瘦，伞下潭中月照路。不对啊，我是来杀你的。我就在这儿，你动手吧。就是不给我心软，下不了手。对呀。算了，杀你是下不了手了，你把我金主还给我。哪个？装什么？不是叫你杀的就剩一个了吗？你将林卓放了，他看在救命之恩的份上，应当也能分我一半家产。就说此人我没说到呢。怎么可能？下人亲眼看到是被捉进皇宫的。原来如此，
他打的是这个主意。你说什么呢？要做什么？我不会再被你勾引了。不是勾引，是交易。我保证林卓平安无恙，你好好陪我3个月，我就放了他。我堂堂第一杀手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想救他就乖一点，不然你最后一个金主也没有了。那好吧，我没有想留下来，是他逼我的，都是为了银子。随便什么理由，肯留在我身边就好。往后时日，我与鲍金形影不离。他带我熟悉宫中的每一个角落，带着我游玩嬉戏。他日日缠着我给他讲故事，却都是些老掉牙的话本子。他对我毫不设防，明明是一伸手就能取他性命，他却料定了我绝不会出手。杀不杀我？行了，不杀的话，我就要睁眼了。你还真是心大，将一个杀手放在身边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我是心甘情愿被你所杀。少来，我还没忘记你那件射我。那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？今日倒是没缠着我，难得清静。这是他为道歉准备的吃食吗？倒是挺有诚意的。哼，笑死！射我一箭，几口吃了就打发了。哎呀，做都做了，我就吃一小口，原谅他一点点。有毒！云公子，你怎么了？小少有的是机会，何必在饭菜里下毒？君上给你吃的饭菜从来都是我亲自盯着做的，怎么可能有毒啊？我都这样了，难道是装的吗？饭就在那。哎呀，糟了，忘记告诉你，房间之外的饭菜不能吃了。啥？还好只吃了一口，再把这个喝了就无碍了。虽不知你还要在宫中几日，但可记住了，除了我亲自送去房间的饭菜都有毒。也是，林风眠是个暴君，想要他性命的人，自然也会在饭菜中下手。你干嘛？我家君上才不是暴君，那些老东西才是恶人。别人这么说也就罢了，君上待你这样好，我以为你会不同，原来也是个眼盲心瞎的。早知道就不救你了。你骂我，还敢打我？等我见着林风眠，非要他打你20大板不成？不对，50大板。省省吧，君上毒发，一时半刻还醒不了。难怪一整日都不见人，莫非他先前在我门口昏迷也不是装的？那毒入肌里，我要去见他。我在他床边守了3日，终于等到他苏醒。真好，又多活了1天。你还在身边，那更好了。为何不与我道出实情？说了你又不信。怎会？当然是。我说我没有捉到林卓，你不是也不信吗？对不起。世人只知道我是暴君，谁又知道这朝中之事，从来也由不得我做主，甚至我都不是皇室中人。我本生在小妇之家，5岁那年，一伙匪徒冲进我家中，杀我父母，又将年幼的我掳去了另一处宅院。记住了，从今日起，我就是你爹爹。我不要，你是坏人，你还我爹爹娘亲！再哭，老子连你一起杀了！哎，还真别说，你那画像上的娃娃生得一般模样。将这个小娃娃捆了，先饿上几天，待他肯换爹爹娘亲了，再给他饭吃。我饿了3日，硬撑着不肯开口，却用小石子磨开绳索，准备一走了之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别杀我，我没有作恶的。别怕，我有我的规矩，不杀女人和小孩。
暂且饶你一命。我以为自己逃过一劫，转眼却又落贼人之手。别过来！像，真是太像了。别怕，我不是坏人。随我去个地方，保证你后半辈子吃香的喝辣的。而后我被带进皇宫，恰逢先帝驾崩，他们说我是曾遗落民间的圣上独子，他们拥立我为新爵，叫我坐上那95至尊的宝座。我不是先帝的孩子，我有自己的爹爹和娘亲。听话，我说你是，你就是。再说了，做皇帝不好吗？这天下大事都由你说了算，我等也要臣服在你的脚下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若事情败露，你我都要死。你就是新帝。他们说我是皇帝，可朝臣的奏折从来没有送到我面前，那一道道苛捐杂税的圣令也都非出自我手。月朗，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我不明白，既是要你做这个傀儡皇帝，为何又要给你下毒？先帝无血亲，又子嗣凋零，他们不能直接篡位落人口舌，这才要我这与先帝之子甚为相似之人继位。而第一道圣旨，就是以省公之名，将卢氏赐姓为林，并封为王。你是说永安王？那林卓并非皇室血亲。当然，他们先给了自己以假乱真的身份，而后又以我的名字发布欺压百姓的圣令，叫天下人都以为我是杀伐无度的暴君。待我毒发身亡，没有人会追究我为何暴毙，他们只会庆幸这暴君终于丧命。而到了那个时候，一向仁慈的永安王自然可以顺理成章继承皇位。既如此，又何必花大价钱叫我前来刺杀？按照他们的计划，早在3年前我就该毒发身亡，可这期间我培养了自己的势力，并阻断了他们下毒的路径，还顺手灭了那些老东西的全家。我厉不厉害？厉害。那你抱抱我吧。好。这都多少日了？云朗号称天下第一杀手，取一个狗皇帝的命也这么难吗？按他回禀说，他二人如胶似漆，如寻常夫妻一般恩爱，这步棋怕是不中用了。天底下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杀手，再去找几个来，越多越好。是，回来。是，别找有龙阳之好。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遍访天下名医，必能解你体内之毒。还是算了吧，生死我早已看淡。你看淡了，我可没看淡。老子一个纯直男被你掰弯了也就认了，但老子专一的很，一生只爱一个人。你说走就走，了无牵挂，我后半辈子可怎么办？这些年我也派人四处求医问药，可是你就当可怜可怜我。就算你必须得死，也别叫我带着遗憾送你离开。好吧，那我跟你走。这天下您当真不要了？你不是知道吗？这天下本来也不是我的，只是可惜还差一个林卓没能除掉，也不知他藏在了何处。没关系，这不是还有他在吗？我？你负责找到他，杀了他。那我万一……若你做不到，待小峰过世，我必用后半辈子去找到他，杀了他。你现在去不行吗？不行，他身中剧毒，不知何时就要丧命，我须得先为他拼上一匹。若他真的时间有限，也要让他在余下的时光里离开这些令人作呕的尔虞我诈。我想让他快乐。愿你担负着伤害，世间万物不及你存在。
我带着小风四处求医问药，几经辗转来到巫医之所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此毒老夫可解。索银当真？那是自然。不过，你用什么来还呢？我可以给你银子，或者你有什么仇家，我可以为你报仇。我可是天下第一杀手。可老夫只想要你的血。这有何用？你的血液正好能入我最新炼制的丹药，就看你是否舍得了。可以，要多少？你二人留下来治病，在他病好之前，你每日取1碗新土血便好。只是这取血的过程极为痛苦，一不小心还会丧命。所救之人值得你这么做。你保证他能平安无恙？我甚至能保证他长命100岁。成交。我身体现好，你却日渐衰弱，你到底答应了他什么？银子，到时候你来付啊，我可没有。当真？当然了。哎呀，我只是最近累着了，你别多想，再过些时日便可痊愈了。届时我带你回去，亲自手刃仇敌。好。四处都无人，哪来的小孩子？我方从坏人手中逃出来，大哥哥，你带我去找娘亲好不好？你爹爹呢？爹爹被坏人所杀，他们将我掳走，说要卖个好价钱，我趁其中一人打盹才逃出来。哥哥，我疼。那你可还记得家在何处？记得，但有一段山路，山中有野兽，我怕。好吧，那哥哥送你回去。失血过到浑身没劲儿，竟然一觉睡到了这儿。奇怪，小风呢？你可见到小风？送一个小娃娃回家，见你睡着便自己去了。荒郊野外何来的小娃娃？说是爹爹被恶人所杀，自己逃出来的，山路难走，求小风送他回家。5岁的娃娃怎会逃得出去？小风被骗了。若非恩公心善，恐怕我儿性命堪忧。可惜家中无酒，只能以茶水招待恩公了。举手之劳无需在意，既已平安送到，我便回去了。恩公就喝一口吧，不然我良心难安。那好吧，告辞。你走不了了，你就知道以质子相诱，必能叫你上钩。狗皇帝，你也该给我让位了。他是你的儿子？那是自然，特意做出与你童年相似的场景，也不怪你会心生怜悯，入了我的圈套。那他身上的伤从何来？做戏嘛，不做真一点儿，怎能骗到你呢？儿子，痛吗？自然是痛的，但能为父亲谋得大业，那便是值得的。小小年纪，竟然……妇人之仁，难成大事，去死吧！才刚看到希望的时候死掉，辜负了云浪的一片心意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我还没死，就敢碰我的人！薛朗，你怎么了？若非亲眼所见，我还真把你当成好人了。世间哪有什么好坏，不过是以成败论英雄罢了。我知道你向来爱财，只要站在我这边，待我登基，必以天下半数之财奉于你。这次倒是大手。那是自然。云公子，请来我这边。不要银子了吗？你只给一半，但小风爱我之深，他得了天下，会将全部都给我的。你拿什么跟他比？我知道你的原则，向来是不杀女人和小孩的。如今令卓已死，我二人只是从犯，你
能否高抬贵手？不是说过不杀女人和小孩？那你的意思是？但你又不是小孩。娘亲，快跑！我也……你儿子他也不是女人呢。小凤，我给你报仇了。谢谢你，小凤，你快点看看他怎么样了。只是致人昏迷的药罢了，别担心。那他体内的毒，喂他吃下这个，过个3日，毒自然可解。这不是用我心头血炼制的丹药吗？解毒之法就在于此。他一生所欲凉薄，并无求生之意，须得是真心爱护之人的心头血，方可叫他重拾活下去的希望。那就好。说起来，他还曾射你一箭，不计较了？事已至此，我又怎会记恨他为了保我性命的无奈之举？我寿命所剩不多了，若被视作与我同类，只怕邻国也不会放过我。求求他以为我想杀了你吧。你又怎知他心中真是这般考量？我认为是这样，这就够了。再说了，我家小凤是好孩子，不会滥杀无辜。你们可以走了。你曾说救他性命要收取我的心头血，可如今这心头血也做了为他疗毒的解药，我就这么走了？你又图什么？你不惜生命想救下他，又怎知我卖身巫医谷，苦学医术，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救他性命？他双亲尽丧奸人之手，你是何人？那日我侥幸逃生追去歹人府上，才知是有人暗中悬赏与先帝之子有几分相似的孩童。那人贩子就是因此对我夫妇赶尽杀绝。可我知道，若是那时救下我儿，也敌不过那身后的买主。所以得知他命不久矣，便先一步来这巫医谷。老谷主性格古怪，要我立誓此生不得离开，才肯将绝学传授于我。你就没想过带他离开？永安王势大，带他离开，也终逃不过一死。我的儿子我了解，他不会认命，而我能做的就是帮他解了这奇毒。这么着急赶我走，不打算与他相认吗？不能朝夕相伴的牵挂，于他而言也不过是痛苦，何况他已经有你了。后来我与小凤共赴京城，他清楚叛党，收回帝王之权。他培养贤臣，安抚百姓，人人都说暴君一场大病后转了心性，可我只想，这才是真正的他。朝中奸佞已除，谁还能给你气成这样？神真是不能吃太饱。如今天下太平，一个个打我后宫的主意，光皇后的人选都定了10几个。你就不会说自己已有心意之人？那若问起是谁呢？就说是我，这个锅我背了。走，干嘛？还背锅？做我大人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？要想见得人，那得是明媒正娶才行。对呀，可想清楚了，这一拜便再也不能后悔了。不后悔，心里有个满分的你，今后看谁都差点意思。夫妻对拜，既如此，也请不要告知心头血之事。那又是为何？我希望他的余生平安顺遂，一心向阳，不想他背负我的付出，更不想他觉得有愧于我。你对他还真是偏心。心脏本就不在正中间，偏心几分又何妨？愿此后朝暮，琴瑟和鸣，岁岁相依，执手同心。
白首不离。就为了这几段情缘。